嗨，这里是无尾不畏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依然是大友克洋的《Akira》这部神作的实体漫画书解说。我个人通常是会用塑封袋收藏漫画，以防积灰，但掉色的问题还是无法避免。1993年，台湾出版社东立的授权中文版目前早已绝版，官方也表示不会再出版这个版本。所以这集我们就来看看1993年的台湾东立繁体中文版与日文原版究竟有何不同之处。下面就用93版来简短代替1993年东立版。2018年东立再版的 Akira 设计规格和日文原版几乎一模一样，所以就不进行对比了。首先脱去外封后，93版是铁熊和骑着重型机车的金田，日版则是混乱的新东京街头。翻开来，蝴蝶叶的彩页，93版选用著名场面进行设计，日版则是采用选图的格转设计，都是漫画里的经典场面，印刷细节放大也极其清晰。小提醒，无论任何版本，蝴蝶叶原本就是与内封相粘的，千万不要撕开。内容上，版权页方面，93版出现了一个印章，我大概分析并整理出以下几个字：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版权费专用图章。当时的中文版权即为这家公司所有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网上居然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图章的资料。日版的版权页没有章，当时1994年时就已经30刷了，可谓相当高人气的作品。漫画内容两者是相同的，日版的彩页93版也都有收录，除了彩页轻微偏色，部分内页的嵌字排版也进行了修改。例如开篇的阿基拉3个大字，黑白页面对比上，两者印刷质量几乎差不多。令人意外的是，93版的墨反而比日版的还深，对比度更高。封皮上 ，Akira 每册最后的折口都有使用不同语言撰写的简介。在日版第一本的设计里，右边的折口为英文简介，左边为简体中文简介。93版保留了右边的英文，并在左边改为繁体中文。但2018年的新版里，由于日方将折口简介视为设计的一部分，要求代理时不能做修改，所以新版本左边的简介依然使用简体中文。外封面上，所有6本的封面选图，台日版都是一样的，但标准字及排版都有较大的差异。翻过来，封底的选图上，两者就各不相同了。93版的封底进行了重新设计，在后面的影片里，我们会来对比这12个设计。再来，外观上最大差异无非来自书边刷色。所谓书边刷色，指的是在普通白色印刷纸的书边上进行上色，并非纸张本身有颜色或纸张发黄，所以翻开来并不影响阅读体验。这里播放一段印刷厂制作书边刷色的流程。Akira 每集刷色皆不同，全套6本书使用6个颜色。来到第二册，和第一册一样，93版和日版的封面相似度依然很高。背面的封底也是进行了重新设计，有修改的地方基本和第一册一致。
当然，神秘的图章少不了。在折口上，两者右边依然是英文，93版左边还是繁体中文，但日版左边这回就换成了韩文。日版6册的折口为右边英文，左边分别为简体中文、韩文、俄文、法文、阿拉伯文以及日文。摆放在一起时，整个系列超级壮观，但也确实很有分量，书架很容易被压弯。不管是93版、2018再版，或是日文原版，各版本在设计上都相当独特，也都是所属时代的优秀产物，品质非一般。如果有幸能收集到93版，绝对是幸运之人。当时有位老师搬家，在清理物品，便让我们几个去挑他的书籍。我一眼就发现了这神作，但却少了第2册。后来好友得知后，专门在台湾找到了送我，才有办法让我收集到完整的一套93版。下面我们来欣赏这12本漫画的正反封面。封底的设计不难发现一些巧思，例如第5册，这是一个用许多 Akira 相关的小物件组合成的主把。上集提到的 Akira Club 就有收录关于这些封底的制作花絮。根据资料记载，当时这个主把的造价可是高达200万日币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英文版的 Akira。这是在1989年出版的英文版周刊。与原版最大不同的是，当时大友克洋为了把 Akira 推广到美国市场，黑白原作由美方出版社进行了彩色加工，使其更有美漫的味道。大友克洋也对部分内容进行修饰，所以严格来说，彩色版算是日方和美方合作的成品。这部漫画也改变了当时在美国的黑白漫画上色工艺。由于美式漫画的阅读方向不同，整部漫画是与日版左右相反的。拟声词从日文改成了英文，而当中出现的一些汉字，例如这里卡车上的鱼影2字，如果单纯把它左右翻转，效果是很突兀的。所以美版在很多细节的地方都得进行修饰。由于美版总共达到38册，而且早已停版，要收集完整的一套美版，其实要比日版的6册困难许多。